每年有一个节日，全中国有数亿人会在同一天停下手中的一切，去想一件所有人都不愿意想的事儿——死亡。但神奇的地方是，他们扫完墓之后会去踏青、郊游，会带着孩子放风筝、拍照，会笑。这到底是一种怎样奇怪的节日？我们从小就过清明节，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中国人为什么要在春天最美的季节专门设计一个面对死亡的仪式？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文化逻辑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带你认真拆解清明节。看完之后，你会明白3件事。第一，清明节的历史远比你以为的复杂，它并不是原装的祭祀节日。第二，中国人的生死观和西方世界有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分歧，这个分歧决定了完全不同的仪式设计。第三，清明节正在经历一场数字化变革，而这场变革正在逼问我们，传统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？好，我们从头说起。很多人以为清明节就是扫墓的节日，但如果你穿越回2700年前的中国，当时根本没有清明节这个东西，有的是另一个节日——寒食节。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，和一个叫介子推的人有关。晋国公子重耳流亡期间，介子推曾割骨肉献给快要饿死的重耳。后来重耳成为晋文公，封赏功臣，却偏偏遗忘了介子推。晋文公后悔了，想请他出山。有人建议放火烧山逼他出来，结果大火烧了3天，介子推和母亲抱着一棵树活活烧死。晋文公悲痛欲绝，下令在介子推忌日前后全国禁止生火，只能吃冷食。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，寒食节是禁火的，不能烧纸，不能点香，不能有任何明火。这和我们今天的清明扫墓完全相反。那烧纸、焚香这些仪式是从哪里来的？唐代之前，清明只是24节气中的一个，和祭祀没有任何关系。转折点发生在唐玄宗开元20年，公元732年，朝廷正式颁布诏令，将寒食扫墓确立为国家礼制。清明与寒食逐渐合并。宋代之后，寒食节基本消亡，清明完全继承了它的祭祀功能。所以真相是，你今天过的清明节是2个节日长达数百年缓慢融合的产物。祭祀基因来自寒食，时间节点来自节气历法，文化厚度是历朝历代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清明节同时有扫墓和踏青2种看似矛盾的活动，死亡与新生被刻意压缩在了同一天。这个设计并不是偶然的，但这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逻辑？中国人对死亡的理解和西方人的根本差距在哪里？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没有出现。要理解清明节，必须先理解一个底层哲学问题：中国人相信死后会发生什么？西方的宗教传统，无论基督教、伊斯兰教还是犹太教，都有一个核心结构：此岸与彼岸。死亡是一扇门，门后是另一个世界，灵魂接受最终审判。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层逻辑截然不同，儒家从来没有为死后世界构建一套精密神学体系。孔子的态度极其直接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活人的事儿都没搞清楚，凭什么先去研究死亡？这不是回避，而是一种哲学选择，把注意力从彼岸拉回此岸，把死亡意义的追问转化为如何活着的实践。在这个框架下，中国人对祖先的祭祀不是在和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沟通，更准确的理解是维护一种跨越时间的家族关系网络。祖先是这个家族叙事的一部分，是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。这就解释了很多祭祀细节。为什么烧纸钱？因为在延续关系的逻辑下，祖先仍然是家族成员，仍然有物质需求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情感逻辑的具象化表达。为什么磕头鞠躬？因为礼仪是人与人关系的实体化存在。对祖先行礼是在确认自己在家族谱系中的位置。很多中国家庭在做重要决定前，老人会说一句话：我们这样做是不能对不起祖宗的。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，一个人的行为需要在跨越几代人的时间坐标里被评判。这和导航软件的逻辑有点像，你以为你只是在走一条路，但系统在持续追踪你整个行驶轨迹。你不是孤立的点，你是一条连续曲线上的一个坐标。但这套生死哲学在今天还能运转吗？当 AI 和数字技术进入清明节，会发生什么？近年来，清明节出现了一种新的祭扫方式——网络祭扫。你可以在手机上点燃虚拟蜡烛，献上数字鲜花，在网页上留下思念的文字。问题来了，这算真的祭祀吗？反对者说，祭祀的核心是在场。
身体的在场感是任何数字界面无法替代的。点击按钮献花和跪在墓碑前磕头不是同一件事儿。支持者说，形式不是核心，情感是核心。古代烧真实器物，后来改烧纸，今天用数字界面，是同一个逻辑的延续。这场争论触碰到一个更深的问题，仪式的意义究竟存在于行为本身，还是行为背后的意图？但比网络祭扫更颠覆性的技术已经出现了。近年来，多家科技公司推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数字复活服务，用户上传已故亲人的照片、视频、语音素材， AI 生成一个可以实时对话的数字人，模拟已故亲人的语气和反应方式。有人用这个技术和去世的父母重新说话，告诉他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。有人认为这是心理疗愈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在用技术阻止生者真正走出悲伤。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，如果一个人的数字分身可以永远存在，生者与死者的边界会不会彻底消失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逼迫我们重新思考清明节存在的最根本理由是什么。清明节和万圣节都是和死亡有关的节日，但底层哲学几乎正相反。万圣节的前身是凯尔特人的萨温节，古人相信这一天亡灵可以游荡人间，后来经过宗教商业化，演变成以恐怖、南瓜灯为符号的娱乐节日。他处理死亡的方式是戏剧化、娱乐化，通过把死亡变成狂欢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。清明节的逻辑完全相反，它不试图消解死亡，而是把死亡织入生活的日常节律里，让你在春天最好的时节停下来去想那些已经不在的人，然后继续踏青，继续活着。还有一个方向性的差异值得注意，万圣节的主语是死者回来了，死亡是主动的、入侵性的。清明节的主语是生者前去，是活着的人主动跨越时间去维系关系，死者是被呼唤的，不是入侵的。这折射出两种文明对生者和死者关系的根本不同理解。我认为清明节在今天仍然有意义，不是因为它古老，而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现代人同样面临的问题，如何在遗忘与铭记之间找到平衡。现代社会节奏极快，遗忘是信息社会默认的运行机制。清明节是一个强制性的停顿，它强迫你从信息流里出来，去面对那些没有社交账号、不会发短视频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清明节是一个身份锚定的仪式，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和老家亲戚的联系越来越少，甚至连曾祖父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这种家族叙事断裂会带来一种隐性的身份焦虑，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但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清明节的扫墓仪式是一次年度的身份确认，在提醒你，你不是孤立的个体，你是一个连续叙事的一部分。这个功能在今天这个时代反而比古代更珍贵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今天的内容。第一，清明节是寒食节与清明节数百年融合的产物，扫墓和踏青并存，是死亡与新生被刻意压缩在同一天的文化设计。第二，中国人的生死观不是彼岸审判，而是此岸延续祭祀祖先，是在维护跨越时间的家族关系网络，是中国人构建自我身份的方式之一。第三，网络祭扫和 AI 数字复活并不是对传统的背叛，而是一场逼问清明节的核心究竟是烟火还是情感，是墓碑前的身体在场，还是跨越时间的关系维系。这个问题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来回答。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今年的清明节是亲自回去扫墓，还是线上祭扫，又或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与？这个仪式对你来说现在还有多少分量？第二，如果有一天 AI 可以完美模拟已故的亲人，随时跟你对话，你会选择用吗？还是说你觉得有些告别必须是真实的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